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过年回家，我被亲戚当众羞辱，他说我没出息，又嫁不出去，不像他女儿年薪20万，男朋友还是上市公司高管。看着他女儿带来的男朋友，我笑了，这不是我那年前没来得及裁掉的员工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年30，我忙完公司的事情就开车往家赶，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，刚到门口就听见二伯母数落我妈：“你们家陈玲玲脸面可真大，年30年夜饭了，还让一家子长辈在这里等她，一大家子人都等着她回来吃饭，她连个电话都没有。翠英啊，这孩子不能惯着，她养成习惯了，就一点都不把长辈们放在眼里。我爷爷有5个儿子，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老宅，每年年30，所有后辈都要回来一起吃年夜饭。我妈帮我解释，二嫂，玲玲她公司有点事没忙完，路上又堵车，回来晚点儿也不是她自己想的，再等会儿她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她多大个公司，有事没忙完啊？这年30还加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家玲玲做什么高官了。路上堵车，她就该早点走。这一大家子长辈坐在这里，她怎么好意思呀？我妈听不下去，语气有些气愤。公司不大，但工作肯定还是要做完啊。我们家玲玲又不靠别人吃饭，我在我自己家等我女儿回来吃饭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家陈思思不也没到吗？二伯母被我妈对得没面子，说起我妈来了，我们家思思肯定比玲玲先到。翠英啊，你看你就是惯孩子，长辈们一帮你教育孩子，你就帮孩子说话。你要是再这样，以后可没人帮你教孩子了。我直接推门进屋。二伯母现在的业务都已经拓展到帮别人教孩子了吗？你们家陈思思你教好了吗？我进门吸引了一屋子目光，屋子里果然是一大家子长辈都坐在暖炉边取暖，没一个人帮我妈摘菜，也没一个人帮我妈说话。二伯母被我对得下不来台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开始教训我：“陈玲玲，你真不懂礼貌，屋子里叔叔伯伯、爷爷奶奶都在，你不叫人，上来就跟我急。你爸妈就是这样教你的。”我跟长辈们打过招呼，再跟二伯母对峙。我爸妈怎么教我的？暂时不用二伯母担心。现在不是在问你们家陈思思吗？您教育我，我想问你们家陈思思你教好了吗？找着工作了吗？去年贷款逾期的20万还了吗？骗四叔家弟弟的5万块钱还了吗？二伯母一直说我妈娇惯我和我弟弟，每年来我家都要数落我妈，数落我被娇惯太好，没出息，数落完再搬出他们家陈思思多么优秀，多么能吃苦。结果去年翻车，他们家陈思思大学毕业3年，不想找工作，在外面贷款50万出门旅游。不止这样，他还骗了四叔家上大学的弟弟5万块钱，弟弟的奖学金全被他骗走。他不知悔改，还想骗我弟弟的钱。被我拆穿了之后，二伯母消停了1年，没想到他今年又开始了。听我提起陈思思，二伯母突然得意洋洋起来，说起这个玲玲，虽然二伯母的话不中听，但作为一家人，二伯母还是要说一说你。思思虽然比你大不了多少，但好歹是你姐姐，你自己没有方向，就应该向姐姐学习一下。你思思姐姐去年虽然做了错事，但及时迷途知返，今年不但把欠的钱都还了，还找了个好工作，给家里寄了20万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思思姐姐还把自己的人生大事解决了。
我冷笑地看着二伯母，说他家闺女的事。你思思姐姐在 Z 城找了个在上市公司做高管的男朋友，年薪100万，还开保时捷。正好你也在这 Z 城上班，你那公司工资又不高，年30了还加班。等你思思姐姐和姐夫来了，你好好敬一杯酒，来年让你姐夫带着你去他公司上班，顺便再给你找个男朋友，免得你熬成老姑娘了嫁不出去。玲玲，虽然你是女孩子，但还是要有点出息，盯着那2、3千块钱工资的工作，日子也过不下去。我毕业之后组建了团队自己创业，但我只告诉了我妈和我爸，其他任何一个亲戚都没说。到现在，亲戚们都以为我只有2、3千块钱的工资，我的事情就不劳烦二伯母费心了。我就想知道，二伯母确定这次陈思思没骗你吗？二伯母脸色一变，不再说话。二伯母只说我回来晚，让长辈们等着，但我已经坐饭桌上了，陈思思却还没到。我冷笑，思思姐怎么还没到？该不会被她的大公司拉回去加班了吧？该不会保时捷堵车了吧？二伯母怎么不打电话问问思思姐有没有把长辈们放在眼里？现在大家可都在等着思思姐呢。我妈拉着我，让我少说一点。爷爷和其他叔叔伯伯们听了我的话，脸色也变得有些不好看。二伯母见此，开始骂骂咧咧教训我：陈玲玲，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长辈说你一句，你就要回10句了是吧？思思在外面辛苦打拼，回来就要给大家修路。等一下她怎么了？她要是不出资修路，这路再等10年都修不成。等她和她男朋友回来，我们这一屋子条件都能变好。再说这一大家子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等她一下怎么了？老宅家里的路前年塌了一个地方，我本来是想等公司的事情忙完回来就修一修，但没想到现在被二伯母提起来了。不过她说陈思思会出资修这个路，那我就等着看。行，既然思思姐要出资修这个路，那我们就等思思姐了。希望思思姐别到时候不认。这时房子外面响起来车声，二伯母立马就迎了出去。来的车确实是保时捷。二伯母叫人去把车里的东西拿下来，结果拿下来的东西就是2斤橘子。我站在门口看着车上下来的陈思思和一个男人，那2人一起站到灯光下的那一刻，我笑了。这不是我年前没来得及裁掉的员工吗？我大学的时候和信任的伙伴们搞了一个公司，公司一直经营的都不错，趁着势头不错，我们几个费力让公司在年前上市了，1年都在忙上市的事情。公司很多人员调动还没来得及处理，好多浑水摸鱼的员工都没来得及裁，这其中就包括陈思思的男朋友邓鹤霞。邓鹤霞30多岁，是小部门的经理，本来不是我的直隶下属，他也没见过我。我知道他也是因为邮箱里10几封举报他账目不对、霸占奖金的举报邮件，本来打算年后处理，这下人直接凑我面前来了。陈玲玲，客人来了，你站门口动都不动一下，怎么不欢迎吗？陈思思才下车，连他妈都没叫就开始教训我，真离谱，谱子都摆到这里了，怎么陈思思，你跟二伯母要摆谱都没有串好口供吗？二伯母刚刚说我们是家人，这可是他家，这转眼到你的嘴里，你就是客人了，所以你到底是客人呢，还是家人呢？陈玲玲，1年没见，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没事儿竟会找茬是吧？我被他的话气笑了，你倒是有长进，
倒打一耙的能力长进了不少。陈思思脸色难看，看我的眼神可凶可狠。这时候，他身边的邓鹤霞冷哼了一声，高高在上的出声：“思思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老是喜欢学你，还喜欢打小报告，冤枉你的妹妹吧？这种人在我们家那边都是不能上桌吃饭，不能出来见人的。我喜欢学陈思思，打小报告，冤枉她，大清早亡了。你们家这么多规矩，怎么没把你教好才放你出来？还有陈思思，你都是这么跟这位叔叔说我的，看来你不止倒打一耙的能力长进了，骗人的本事也长进了不少。叔叔，你叫我叔叔？”邓鹤霞气得不轻，她重重的冷哼：“看着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没想到你是这么不懂事的人。我看是你家里人没有把你教好，现在才这么没有礼貌。我还没站出来，我妈和我爸就已经回怼他了。我家的孩子教没教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年30大半夜是来过年还是来找茬的？不想来可以不来，这地方可不供着你们，年年都来吵。要人办事的时候是家人，想享清福的时候你们就是客人。是什么？你们说了算，一大家子人都在，今要不要评评理？”二伯母脸色很难看，立马耍泼：“是你们家陈玲玲一直在找茬，还对她姐夫这个态度，你们是帮亲不帮理，还有没有道理了？”二伯母，你说话还是要讲证据。这一来是我找茬，还是你们陈思思在找茬？疯狗一样逮着人咬的可是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吵的？都少说一句。爷爷突然出声打断我说话。爷爷一直偏心大伯二伯家，每次他们家跟我家闹矛盾，爷爷从不管对错，只要我爸妈让着他们。就连平时我和弟弟跟陈思思闹矛盾，他也是第一时间来让我和我弟少说2句。要是爷爷一直跟他们住，我都没话说，但我爷爷一直跟我们家住，大伯二伯家不给他赡养费，也从没提过要赡养他。我爸妈一直赡养他，大病小痛全是我家照顾，他更是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但还是不跟我们亲。爷爷，您这话说的挺突然，我这才刚开始，你就让我少说。陈思思和二伯母说我妈说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起来让他们少说？我第一次这么对爷爷说话，他很震惊。陈玲玲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我听啊，我一直都听您的话，我这不是在问您一个理由吗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您不让他们闭嘴，因为他们不听您的，所以他们就能随便骂我。因为我听您的，所以我就活该被他们骂不还口，是吗？他们哪里有骂你？就是说你2句罢了。那我也只是说他们2句罢了。我这么回爷爷的话，像是给他们抓住了把柄。二伯母第一个不饶我。陈玲玲，你是真的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在外面上了班回来，家里长辈说你2句都不行了，你现在还这么跟你爷爷说话，你可真行啊。陈思思也跟上。陈玲玲，你可真有教养，我来你家你不迎接就算了，你现在连爷爷都敢顶撞了。我面不改色，我是真行，我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过年回家还知道给家里长辈带点礼物，孝敬孝敬他们。你们书读到脑子里，不赡养爷爷，回来也就带2斤橘子，家门口才种2年的橘子树，摘下来都比你们这多。我没有教养，回来我知道先叫人打招呼。你有教养，你回来就跟疯狗一样逮着我妈，一大家子长辈都在，你一个人不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第一次来呢，你才是疯狗。我是还没来得及叫人而已。你没来得及叫人，
但是你来得及找我的茬啊，在场的人哪个没看到？是他陈思思一来就开始嘲讽我的。二伯母刚刚还说见到长辈不叫的人不懂礼貌，爸妈没教好。二伯母现在怎么不继续说了？二伯母的脸色更难看了。陈玲玲，你是不是要逼死我？长辈说你2句怎么了？看着你长这么大，说你2句都不行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养我的，对我有恩的，别说是说我，打我都认了。二伯母，尊重是相互的，就算你是长辈，我不欠你的，耍泼在我这里没有用，我又没说你欠我的。哪家长辈不会说小辈2句？我都是为你好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还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今天你思思姐带男朋友回家，你这个态度，你就是存心见不得我们家思思好。说着说着还哭起来了。陈思思也同样的凑到邓鹤霞的怀里，开始嘤嘤哭起来。陈玲玲，我第一次带鹤霞回来，你就这个态度，你太欺负人了，你这样完全就是在打我的脸。你让鹤霞以后怎么看我们整个陈家？邓鹤霞搂着陈思思没说话。陈思思这一句话把事情上升到了整个陈家，家里看热闹的长辈们坐不住了。大伯母，陈玲玲，你也是。陈思思今天带对象回来，你让着他一点会怎么样吗？大伯父，你丢脸可以，不能丢我们陈家的脸。四叔，作为姐姐，说你2句又不会掉块肉，你就揪着人家说你2句的事情不放，没能力，你还不让别人说你，世上哪有你这样的？四婶，也不能让人家看我们陈家笑话传出去，你以后都不好找对象。这么多人一起说我。陈思思和二伯母脸上闪过得意，这种茶术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玩，我这次一个都不让着。大伯母，你这话也是好笑，凭什么他找我麻烦，我得让着他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您不是也看见了？你与其让我让着他，你还不如让他自己少找麻烦。大伯父，丢脸的可不是我，找麻烦踢到硬茬，你不能说是我的错吧？这小吵小闹，他非要上升到丢陈家的脸的地步，真的丢脸的是谁？您自己看不出来吗？四叔，你也说她是姐姐，她说我2句我不会掉块肉，她不说我2句也不会掉块肉，您怎么不去让她少说2句？您觉得她有能力，那你就别让她骗你家弟弟的钱了。四婶，找对象的事情用不着你担心，我爸也想说我2句，但是被我妈拉住了，本来就是他找玲玲的麻烦，你要是敢说玲玲，我就跟你翻脸。我爸平时只教我要尊重长辈，却从来没有教过我和我弟受了欺负要还回去，只有我妈一直站在我这边，不管对方说我什么，她第一时间反驳，第一时间还回去。所以回来看到二伯母在说我妈，我才决定不会这么便宜了她。长辈们都是有眼睛的，今天这事情的对错，你们自己可以心里想一想。你们要是非要认为是我的问题，那就随你们怎么想。以前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想法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少来道德绑架我，打着为我好的旗号说些有的没的，最后还要我来让着你们，那再也不可能了。陈思思今天自己来找我麻烦，还在外面诽谤我，我要他给我道歉。要陈思思道歉，就是在打二伯母家的脸，他第一个不同意。陈玲玲，你要你姐姐跟你道歉，你要不要我也跟你道个歉啊？撒泼打滚，技能是拉满了是吧？二伯母，你有这个觉悟很好。陈思思，听到了吗？你妈年纪大了都有这种觉悟，你年纪轻轻，不会连这种觉悟都没有吧？妈，
陈思思刚说话，二伯母就开始哭天抢地。天哪，这是造什么孽呀？陈家怎么出了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？长辈说你2句都不行了，现在还要逼着长辈给你跪地认错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我妈听不得有人说我狼心狗肺，还冤枉我。二嫂，什么叫狼心狗肺？你们不狼心狗肺，你们把爸接过去赡养啊！你今天一来就找茬，你说我又说我家陈玲玲，你们不想来就不来，别在这里摆谱。我自然也是跟我妈站在一块儿的。二伯母，你说话可别前言不搭后语。我什么时候说了要你跪下认错了？大家都听着呢，你可别想信口雌黄。我弟这时候也说话了，叔叔伯伯，你们都在，我姐是怎么说的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二伯母她仗着自己是长辈，欺负人。二伯母，我可没说要你跪下认错，就是幸好今天大家都在，不然不知道二伯母改天要去外面怎么说我姐的不是。陈辽，大人说话有你小孩子什么事？我爸呵斥我弟，我弟犟嘴，我18了，也是大人了，我弟也没说错，我二伯母的嘴巴指不定要到外面去怎么说我的不是。反正今天大家都在，一次说清楚。大伯、大伯母、四叔、四婶、爷爷、奶奶，你们可都听清楚了，我可没有要二伯母跪下认错。他们面面相觑。二伯母反驳，你要我跟你道歉，你这还不是要我给你下跪道歉啊？你要长辈跟你道歉，你还不是逼我？我只是要陈思思道歉。二伯母，你要跟我道歉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又没让你道歉，我没错，我不道歉。陈思思也不道歉，你去年骗四叔家弟弟钱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，你是永远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。说起去年骗钱，陈思思明显慌了。贺霞，我没骗钱，是他冤枉我，我相信你。思思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骗钱？邓贺霞看向我，你们家门槛挺高，我再也不来了。至于思思提的出钱修路的事情，你们门槛这么高，自己出钱修吧。自己？那不行，你们说了要出钱修，那你们就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还没说话，大伯家和四叔家反驳的比谁都快，毕竟之前说的是大家一起出钱，邓贺霞说他一个人出，这白捡的便宜，他们肯定不想放过。我们也想说话算话，但是有的人不欢迎我们，我们凭什么出这个钱？邓贺霞看我一眼，二伯母和陈思思自然是跟上他，就是我们家思思和女婿回来出钱又挨骂，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个钱？陈玲玲肯定是赚到大钱了，不需要我们出钱，我们走就是了。拉着邓贺霞，陈思思和二伯母直接转身要上车，大伯四叔赶紧去拉住人。你们都是陈玲玲的长辈，跟他计较什么呀？他就是看到你们好，嫉妒你们，你别跟他计较了。你们走了，路好长一段时间都修不上了。二伯母，你们别拉着我，我们都是他的长辈，他有拿我当长辈看吗？他有拿我们家思思当姐姐看吗？有把他姐夫放在眼里吗？我冷笑，确实没有。陈玲玲，你简直要反了天了！站在我旁边的爷爷给了我一巴掌，打得我猝不及防。爸，你干什么？爷爷，你为什么打姐姐？我妈和我弟也傻眼了。我爸没说话，但他却被我爷爷骂了。陈旭，你看看你教的好女儿，长辈们都在这里，他亲口承认眼里没有长辈，你是怎么教孩子的？爸，爷爷打断我爸说话，别叫我爸，长辈就说他2句，他吵吵闹闹成什么体统？别说长辈说他，打他他都该受着，看着他长这么大，说不得了。
这话把我爸也惹怒了。爸，您这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说我家玲玲，我家玲玲是3岁小孩吗？凭什么她想说就说？而且二嫂看着玲玲长大怎么了？我家玲玲吃她一口喝她一口，还是欠她钱了？打她谁敢？我没想到我爸突然站起来了，我爷爷被气得不轻。你的意思是我打他，你也要找我麻烦了？这个不孝子孙，我是不会让我爸去当的。他养我爷爷，供我爷爷吃穿这么多年，不能物质吃亏，还讨不到好名声。爷爷，我正想问您是什么意思？您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拉偏架吗？二伯母说我可没让他道歉。陈思思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是我长辈，凭什么他随便说我就说不得他了？您的意思是长辈说我2句我该受着，那陈思思算什么长辈？我才想问问这是什么体统？你陈玲玲，你简直是要气死我！别的不说，我爷爷1个月的保健品要钱就是过千了的，他身子骨比我还硬朗，这怎么可能气得了他？您从小看着我长大，这一巴掌我就挨着，算是偿还您看着我长大的恩情。但我今天把话撂在这，我是成年人了，欺负我还是为我好，我一清二楚。二伯母一家我都没放在眼里，今是他找我麻烦，我就不能让着他。本来我已经打算退步了，您这一巴掌打了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把事情跟二伯母家说清楚。二伯母哭天喊地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要跟我说清楚什么。长大了，出息了，翅膀硬了，现在回来找长辈算账了。翅膀没硬，当然不敢找你了。我可没说是算账。二伯母，我知道你想哭，但你先别哭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陈玲玲，你可别太欺负陈思思，你要先凑上来，那我就拿你开刀好了。正好这母女俩我一起收拾了。陈思思，你去年骗弟弟钱，骗到我弟弟头上，在我弟弟这里没骗到，你就去我弟弟学校传我弟弟私生活混乱，搞得他现在都还被人误会。这事儿我没找你算账，那是因为你跑得快。你上次拿了我的纯金项链去卖，被我的朋友抓回来，你说我欺负你，带人找我麻烦没找成，你记恨我，你还记恨我在学校拆穿你装富二代让你丢脸的事情，所以你带了个男朋友来，就是为了找回场子踩我一脚。你以为他是你的靠山，他出资修路，大家都会听你的，来踩我一脚是吧？陈思思被我说中心思，脸色不好看。你在胡说八道！我告诉你，陈思思，人只有自己才靠得住，你的男朋友你靠不住。我把话放这了，我家的路我自己可以出钱修，拿着修路的钱就想拿捏我，你以为我拿不出来吗？听我说这话，陈思思和邓鹤霞突然笑了。你有什么钱？扫地的3000块吗？陈玲玲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，在鹤霞的公司做清洁工。你现在把大话扔在那里，可别到时候打脸。我清洁工？我什么时候成清洁工了？邓鹤霞给了我回答。你上次在顶楼办公室扫地，我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在这里装什么？装什么？到底是谁在装？我现在管不了他是什么时候看到过我了，我直接冷笑。行，既然你见过我，那我就直接通知你，邓鹤霞，你被开除了。另外，你最好保证自己的项目里面的账目都是对的，不然你就等着吃官司吧。呵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开除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开除我？你今天得罪了我，你的工作才要丢掉，你还敢拿着清洁工的工资在这里装大款，我看你还是少装算。邓鹤霞训斥我，
还说我装蒜，笑死！我立马打了一个电话，邓鹤霞的直属上司。对方接到我的电话，以为是工作出了什么问题，还在询问。我直奔主题：你们部门的员工邓鹤霞工作上有失误，我已经收到10几封举报信了，你把他的年度工作总结好好查查。对方有点懵：陈总，邓鹤霞是我的一个亲戚，他的能力和为人我是清楚的，他不会有问题的。亲戚，难怪了，那么嚣张。邓鹤霞也不怕死地在旁边泼冷水：我这儿是公司部门总管，你一个清洁工在这里嚣张什么？今天就算是老总来了，也要给我这儿几分薄面，你还大言不惭要开除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冷笑，没搭理他。邓斐，你的能力和为人我很清楚，我也很信得过你。不过亲戚是什么德行？有的人会做表面功夫，你未必能识破。我邮箱的举报信还在，员工不会无缘无故举报人，你查一查总是没问题的。话不能说得太过，邓斐是个能力很不错的人，我虽然看重他，但是容不得眼里有沙子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他不给我一个交代，话说不过去。我查一查。挂断电话，邓鹤霞洋洋得意：怎么样，知道碰到硬茬了吧？我冷笑：硬茬？看你浑身上下就嘴硬吧。他话没说完，电话响起来了。他接起电话，那边的声音直接传出来：叔叔，你在岗位上都干了什么了？举报信都发到上司邮箱了，项目上的账目也不对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账目你也敢弄个假的出来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你入职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不能出问题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？不是，哲儿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误会什么误会？叔叔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你那些账目一眼就看出来真假了。你自己处理这件事情，处理不好，你就等着年后被开除追责吧。邓斐很快就把电话挂了。邓鹤霞脸上的表情都呆滞了。陈思思发现他的表情不对，着急问他：鹤霞，你怎么了？我这儿的上司说我被举报了，要开除我，还说我账目不对。上司怎么能这么说你？他怎么能冤枉你？你不能被开除。笑死！说他，别人这么说你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已经干了这样的事情吗？陈玲玲，你闭嘴！全都是你，遇到你就全是麻烦，你真烦！笑死！到底是谁遇到谁才全是麻烦？我请你来的吗？陈思思被气得不轻，但邓鹤霞突然出声打断他：是你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邓鹤霞指着我，胖胖的手指着我：刚刚是不是你去举报我？一定是你，是你举报我，我才要被开除。错，不是我举报你，是我要开除你。邓鹤霞还是很气愤：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你怎么能开除我？我冷笑：我是你这儿的顶头上司，我凭什么不能开除你？霸占别人的奖金，做假账，举报信在我邮箱堆着，你说我怎么能开除你？你怎么可能是我的顶头上司？你刚刚还在洋洋得意的人，现在一句话说不出来。我这边电话也响起来，我直接当着邓鹤霞的面接了电话，还开了免提：陈总，邓鹤霞的事情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了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我挂断电话，邓鹤霞这次直接站不住：你是陈总，陈总，你饶了我吧，别开除我。鹤霞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跟陈玲玲说这种话？你走开，都是你在挑唆，是你在我面前说陈总的坏话，我才会找陈总麻烦。邓鹤霞一把挥开陈思思，直接把自己择了个干净。陈思思也是满脸震惊，急得哭了出来。
是你自己说要帮我收拾他。邓鹤霞，你现在倒怪到我头上了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不是你说他没什么出息吗？陈总，你饶了我，别开除我。我冷笑，邓鹤霞，你可真没品，真废物。是，我没品，我是废物。陈总，你别开我。他真以为事情那么好处理吗？我直接打断他说话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最好祈祷项目账单没有问题，不然你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邓鹤霞亲口承认我是他上司，这把周围的长辈们都惊讶住了。陈玲玲在外面都做公司老总了，挺能干的。陈思思他妈刚刚还说她的女婿年薪100万，陈玲玲年薪是多少？看来陈玲玲说要修路不是说的假话啊。二伯母从呆滞中反应过来，什么意思？陈玲玲，你不让我女婿去上班吗？对，我不让你女婿上班，而且您最好也祈祷您女婿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不然我可能还会送他去坐牢呢。我是不相信邓鹤霞没做过分的事情的，毕竟我和公司另外几个合伙人都没能开上保时捷，他那车又新又酷，自己掏钱买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二伯母直接朝我冲过来，我妈和我弟把我护在身后。二伯母直接怒吼，今天这饭吃不成了。陈玲玲，你敢送我女婿去坐牢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二伯母，您尽管来。我看了眼周围的长辈，直接冷哼，觉得我做错的也尽管来，不服也可以报警。我们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，还能是谁的问题？就是你的问题。你那么大个公司，养着他一个人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就不想家里人好？陈玲玲，你心思真是歹毒啊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冷冷看着二伯母耍泼。陈思思这会儿哭完了，拉住了二伯母。妈，你别管他了，这种男的只会推卸责任，怎么能不管呢？他条件这么好。妈，你没听到吗？他马上要去坐牢了。陈思思，你还敢说？都是你！邓鹤霞转去开始说陈思思的不是，是你说陈总私生活混乱，是你说他嫉妒你，小时候偷你玩具，长大偷你成绩，还骗你钱，没出息，都是你说的。这些事儿不都是陈思思以前干的吗？现在泼脏水泼我头上了。陈思思，你诋毁我，把自己干的事情推卸给我的能力还真是与日俱增啊！你这个贱女人，害我丢工作，你真该死啊！你自己工作问题关我什么事？你不做那些事，谁会开除你？你还敢说？两人吵起来，邓鹤霞直接要动手。够了，要打在外面打，在我家打算什么东西？话我说到这份上，处理你的事情，我不会搁置停下。至于陈思思，我说了，今天你必须道歉，不道歉，你就等着你那些事情被翻出来吧。思思就不道歉，大不了这饭我们不吃了。我家思思没错，大学骗人钱可不是一个两个，私生活混乱的可是她，同时交3个男朋友，同时骗3个人的钱，这些她自己干的事，最后还推我头上，不道歉想离开。陈思思，我不问二伯母，你自己想想你要不要道歉，我只问这一次。陈思思在我的注视下还是跟我道歉了。邓鹤霞更是不饶他。好啊，你还说我是你第1个男朋友，你居然骗我！二伯母被气着了，把他买来的橘子收拾起来要走，我直接叫住了他。二伯母，我说了，今天有些事情不说清楚，谁都不可以走。您要是现在走，明天大年初1，我亲自到你家来找你说清楚，反正也是找晦气，看谁先饶过谁。
你的意思是要找我麻烦？好啊，我听着。陈玲玲，你这种人绝对嫁不出去。呵，不劳你费心，我直奔主题。今天我把我爸没说的事情，我一次说清楚。我爸赡养爷爷奶奶这么多年，你们作为兄弟，没有管过爷爷奶奶一次。逢年过节，你们也没有给他任何东西。现在是不是该算算，你们出赡养费了？凭什么？凭什么要我们给钱？不给钱也可以把人接走，住1年，还是住1个月，还是住1天，你们自己商量。这话说出来，长辈们集体坐不住。陈玲玲，你有什么立场说这话？你爸都没说话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老爷子住在这里好好的，凭什么去我家？你在说什么？老爷子的根就在这里，不能跟我们走。陈玲玲，你想赶我走？我爷爷反应最大，他气得要拿东西打我。我妈拦了下来，我继续道：爷爷，您搞错了，我今天是在纠正一件事情。伯父伯母、叔叔婶婶们该负起来的责任，全都要负起来。自从您53岁上山给大伯父找草药，摔伤了腰开始，在我爸这里调养生息了20年。这20年，我爸药没给您断过，活也没让您干过。您把叔叔伯伯们养这么大，是不是该让他们负责了？这是一笔旧账，翻出来，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。爷爷看向我爸：老三，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，她要撵我走，你怎么说？我也看向我爸，如果我爸这次还是站在他们那边，那以后关于他跟爷爷的任何事情，我绝不再管。好在我爸这次没有站在他们那边。玲玲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哥哥弟弟们，你们也确实该赡养一下罢了。造孽啊！我爷爷也哭天抢地，直接说我家要赶走他。我妈早就不满意了，直接摊牌：我们没说要赶您走，老宅就在旁边，您要回老宅住，让他们给钱，还是说要跟他们一起住，全看您和他们商量。我们养了您20年，您又不止老三一个儿子，不能全部责任都让他负。您要是只有老三一个儿子，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但您又不止老三一个儿子，您住在老三家，胳膊肘还往外拐，您不是一直惦念着大哥、二哥、四弟吗？您去跟他们住2年，帮衬一下他们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们就是要撵我走，造孽！天杀的！爷爷一口咬定就是我爸妈要撵他走，这种耍混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见。爷爷喊得很大声：年30了，老三，你就听你这个混账女儿的话，要把你老子撵走，你就是个逆子，我要去找公安局来把你抓进牢里。爸爸，玲玲说的没错，20年前您为了给大哥采药摔伤了腰，这么多年一直就住在我家，这些事情村上的邻里邻居都看得到，您非要报警把我抓进牢里，您可以尽管去，证人又不是找不到，医院开具的医药证明也不是查不到，我们就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判。爷爷，我可只是要跟大伯、二伯、四叔商量事情，从头到尾没提一句要您出去，您可别胡说。你的意思不就是要把我撵走吗？让他们把我接走，不就是要撵我出去吗？天杀的！我大伯父也搭话：就是啊，爸爸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，你们突然要他走，就是在撵他走啊。爸爸住在这里多自在，爸爸把三哥养这么大，三哥你怎么能撵人？自在？他自在了，他管过别人吗？四叔这话说的好像自己是孤儿一样，他们脸色一变，想继续说我直接打断他们说话。爷爷想报警就去报吧，您不报，我还想报警看看，不赡养爷爷的父母对考单位有没有影响。大伯家的那个哥哥在准备考公，
四叔家的弟弟马上毕业，也准备考公。爷爷不说要把我爸送进大牢里，我还没想到怎么让他们把人接走。我回头去看我爸，也许是爷爷说要把他送进大牢里的话让他心寒了，他现在眼眶都是红的。不过其实有没有影响都不重要，反正只要单位知道大伯四叔不赡养爷爷，我想哥哥和弟弟的工作生活一定会很精彩。我的话起了作用，爷爷住哪儿对他们来说肯定没有自己的子女重要。至于二伯母、二伯父今天不在，家里一向都是您做主。我和陈思思也在一个城市，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去说一说，这下没人反对我的话了。大伯、二伯母、四叔、爷爷的事情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我拿着手机，样子已经做足了。大伯家的姐姐已经嫁出去了，而且跟他们来往也不多了。他们现在就指望着那个哥哥，要是因为不赡养爷爷的事情，搞得那个哥哥工作不顺心，他们绝对就是得不偿失。果然，大伯就是第一个服软的。爸爸去我家住，我没意见，但是不能一直住我家。二弟和四弟也要把责任负起来。二弟今天不在，那就是弟妹做主。我的意见是一家住1年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正好可以去住。不过我家要明年要考试，爸爸住我家不方便，不如先从二弟家开始。我不同意，我家思思明年也有事，住在家里不方便，四弟那边先住下吧。二伯母嘴巴都要歪到天上去了，要不是他真怕我去把陈思思的丑事说出来，他绝对不会同意。什么方不方便，肯定是从大哥开始住，你们别找理由来推辞。你们家不方便，我们家也不方便，我没房间给爸爸住。说着是同意了，但是依然推辞来推辞去，爷爷脸都要扭曲了。平时这些叔叔伯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都是场面话，爷爷还信以为真，以为这些叔叔伯伯都捧着他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佯装打电话，喂，是派出所吗？陈玲玲。大伯和四叔把我拦下来，拦着我不让我打电话，又去劝说爷爷，爸，您去我那边住1年也没什么关系，就去我那里住吧。就是，爸，大哥都说让您去他那边住了，您这么多年也没在大哥家住，还是去吧。爸，过去住吧，以后您还会回来的。爷爷除了不听我爸的话，其他人的话他都听。你们诚心要让我过去的，肯定是诚心。爸，在老三这边您受苦了，去那边享清福去。这话说到爷爷的心坎里了，他老人家很会享福，让他享清福他绝对不会犹豫。早就在这边待够了，家里又穷，环境又差，还有2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要不是老三留我，我早就走了。爸，你……我爸气得不轻，我冷笑，把手机里的录音放出来。既然叔叔伯伯都同意大伯父的意见，那就拿这作为证据，大家以后可别闹事耍赖。这顿年夜饭没吃成，邓鹤霞和陈思思吵架，直接走了。爷爷跟大伯父直接就回了家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爷爷把他的各种药、各种小玩意儿一并带走了。不过在他要把家里的腊肉带走的时候，我把他拦了下来。爷爷，您既然是要去大伯家住，大伯家肯定有这些东西，您刚刚也说了，东西脏兮兮的，带过去可别脏了大伯父的地儿，不带就不带。你以为我稀罕？腊肉是我爸去买的野猪肉熏出来的，虽然不是没吃过，但也就稀罕在那个野猪。我冷笑着看着爷爷大包小包地带走。二伯母直接和陈思思回了家，四叔和四婶也直接回了家，另外还有俩我爷爷的弟弟妹妹也回了家。
周围突然少了人，安静了不少。我妈说我爸，你听见你爸说的话了吗？在你这里住了这么多年，人家在心里可嫌弃你了。我爸没话说。正在这时，外面突然又窜出来一个人，邓鹤霞直接朝我扑了过来。陈总，您别开除我。陈总，还是我弟眼疾手快，把人踹了一脚。邓鹤霞直接倒在地上，才没有碰到我。刚刚我已经问清楚了，陈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的错，得罪了您，您高抬贵手，不要开除我啊！邓鹤霞，我要开除你，不全是因为你得罪了我。公司账目，你要是能在年后上班之前解决掉，那就没有问题，不然我的态度摆在这里了。邓鹤霞一句话不敢说，马上就走了。这下人真的彻底走干净。我弟呼出一口气，畅快。今年终于没这些亲戚们来摆谱了。每次回来乱动我的东西的时候是我的家人，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是客人，我还得给他们盛菜盛饭，烦死了。听了这话，我去看我爸，他啥也没说，安安静静的去厨房了。我妈瞧我和我弟都看着我爸，她道：没事儿，估计是知道自己爸嫌弃他，心里有落差。我们一家4口直接12点才吃完年夜饭。第二天初一，我爸带我和我弟去拜祖坟，路上碰到了几个亲戚，他们看我爸的眼神有点怪异，我爸还没问，他们就自己靠过来了。陈老三，昨天听你爸说，你把他从家里撵出来了，这老年人年纪大了，年30你也把人撵出来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有什么矛盾不能过完年解决吗？你怎么年30把人撵出来呢？我在旁边听得一脸疑惑。爷爷是这么跟亲朋好友说的，大伯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，人不是我爸撵出去的，那是大伯父他们把爷爷请去家里的，我爸没撵爷爷，可是你爷爷就说是你和你爸把他撵出来的。我看着眼前这张很眼熟的脸，认认真真的装绿茶。爷爷觉得我们家条件不好，所以在大伯父说让爷爷去他家住的时候，爷爷就去了。爷爷以后还要去二伯四叔家住。爷爷说他又不止我爸一个儿子，去谁家住都没关系。这话其实不该我来说，但是我爸又说不清楚这话。果然我卖可怜，人家就买账了。也是，你爸确实在你家住了不少年了，是该去你那些兄弟们的地方住住。我爸也没反驳。和这些亲戚分道扬镳之后，我直接就给戴伯父打电话。大伯父，爷爷是您请过去的，但是您如果跟外面说是我爸把人撵出去的，那我们直接公安局见吧。不是，大侄女，你大年初一打电话就是找我麻烦，你会不会气？大伯父，大年初一就被人说风言风语，您说会不会气？我说到这了，再有奇怪的传言，您看着办。电话还是有用，打了之后，至少在我正月初8离开家去公司之前，都没有听到什么风言风语。回到公司，去年剩下没做完的事情也得提上日程，其中就包括开除邓鹤霞的事情。我先找人调查了邓鹤霞的账单，发现他的账单确实有不少问题。我让法务部按照流程走，直接把邓鹤霞告上法庭。但没想到邓鹤霞带着他的东西跑了，暂时属于逃逸人员。至于陈思思，有意思的是，在查邓鹤霞的时候，查到他根本没有找到工作，所谓的年薪20万，全都是邓鹤霞给他的，他没找着工作，还想骗人的钱。我直接把事情跟二伯母说了，二伯母气得把陈思思臭骂了一顿，但是他转头就来找我，玲玲，思思好歹是你姐姐，再怎么吵闹，
那也是一家人。你现在是公司高管，你就随便给思思安排个什么小职位，混混日子就行了。大公司养一个小职员应该不成问题。二伯母，我没什么出息，公司养不起闲人，您找别人吧。二伯母又骂骂咧咧把我说了一顿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爷爷从大伯父家跑回来，待在我家就不走了。我刚好回家摘樱桃，碰上他回来，人消瘦了不少，看起来也没以前有精气神了。爷爷，您这么做，我们家说不过去，您还是回大伯父家去吧。我不去，那个逆子，枉我把他养那么大，还给他采药治病，老子要吃完了，他药也不给老子买，钱也不给老子花，吃饭吃菜都要管着老子，还要老子下地给他种粮食，老子不给他做，我不去他们家了，我就要住在这里。爷爷在我家什么都不做，在大伯父家什么都做，现在知道大伯父家的日子不好过，晚了，凭什么老实人就要被欺负，就该承受所有的责任。爷爷，您还是回大伯父家吧，实在不行，可以去二伯母家、四叔家，毕竟当初的录音上说好了的事情，您反悔。我爸怎么做事，我管你怎么做事，老子把你爸养那么大，他就得给我养老送终。我爸也觉得来气，爸，您是只养了我一个吗？爷爷见我爸和我妈都不留他，在家里哭闹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回了大伯父家。不过没几天，大伯父家那边就传出来消息，爷爷半夜被大伯母关在门外，他的衣服被大伯母撕了个稀碎，他气不过，跑去政府闹，政府直接叫人来大伯父家调查。那个哥哥考公的事情也被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最后没考上。陈思思那边，二伯母找我要工作，我没给，陈思思自己去找了个卖酒的工作，后面喝坏了身子，二伯母为了给他治病花光了积蓄，还要到卖车卖房的地步。其实有些事情全都是他咎由自取，要不是陈思思贪慕虚荣、好吃懒做，不会出这些事儿。人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